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从这一季开始会有新实习生，我来了，我来了，踢馆的，又来一个呀 ？What？ 所以我们要换掉2个。我们会有4个案件，你们呢将会分成4个小组，在这个课题里面表现最好的同学，只有他获得 KPI。邱同学选择的是校园受伤案，没有去。张启乔同学，小猫所有权案。陈同学选择的也是小猫所有权案。文翰只有1个人能拿到 KPI。这样子的话，就是怡涵跟文翰至少会淘汰1個。下午2點，你們需要和事務律師一起去警察局。佢都韞咗1日啦，咁佢情緒有啲好似唔係好穩定。我會告知您，您在警局這段時間，您所有的利益權益，包括後續怎麼解決您的這個訴求。正常的按摩工作，所以我他們來了，然後他們，你聽我說，我跟你說了多少遍，這是不可以的。你跟他們一伙的嗎？沒有。可以，我知道你就是很想要盡快的出去，然後我們一定會盡我們最大的能力，讓你趕快的能夠出去。你可以完全的相信我，但是你相信我嗎？我相信你，我完全相信你。紫薇是非常温柔的，紫薇是亲和力非常強。對。我剛剛收到信息，事務律師說客戶快要到了，你們先進去準備一下投屏這些。好，我們待會進來。这好一点点，用这个吧。哦，改好了對吧？对。有点紧张了，不好意思，这个可能还得再打印之后，还又发现了问题，就是可能你改完以后，我前面调了一个格式就乱掉了，然后我就又把我的格式给清掉。外观的东西对吧？哦，对，外观。我刚刚收到事務律師的信息，他們已經到了電梯口了，請你們出去接一下，好的，辛苦了。聽到 Kim 的聲音真是親切。哦，夢回啊。你去那儿打印機那儿，就是已經打印了一些東西出來了，我去先把他們帶進來。要不我們一起進然後就行了。但我們一會兒單獨去打印不太好。我們很快，他們已經打印好就行。但是還得裝訂一下。那你去接他們，我去打印。好。但是。你們好，你們是 Henry 還有舒律師好，我是張啟喬，我是陳律師的實習生。那我們先進去。你好 ，Henry 是吗？我是 Grady， 很高兴认识你。我们是这一次替您服务的法律顾问。那先请您进到我们的房间。Hello，
Hello， 你好。这是我们的指导老师，这位是 Kim 老师，然后这是我们的陈大律师。我帮你们发一下材料。请坐，请坐。请坐。然后给你们倒了水。一路过来还顺利吗？顺利。好的。那您可以喝口水，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这边会把一会儿需要呈现的内容投屏出来。那我们正式介绍一下这2位吧。我是朱双莹，这位是陈伟之大律师。你好。然后这是我们指导的实习生们，右手边的那位是张实习生，然后左边的是陈同学。今天的话就会让他们来给您进行一个汇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也会给你解答的。好的。关于我的案件，我首先想问就是我能不能报警呢？就是我报警能不能直接就警察帮我拿回我的猫了？这个也是您个人的考虑了，您可以先听一下我们的法律意见，最后是否去报警，这个是取决于您个人的一个选择。我们会把您选择不同路径最后造成可能的结果都给您分析一下，然后您自己做一个考虑，可以吗？好。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法律意见报告的一个框架大概是什么。首先我们会把案件的事实方面和2位再确认一下，然后再看一下您和对方也就是 Sienna 争议焦点是在哪里，有什么主要的分歧。第4步是最重要的，会通过之前检索的一些发现给到2位一些我们认为会相对对Henry有利的法律方面的建议。然后第5步会相对于把一些风险给告诉你，以及我们想到的一些解决方案。最后呢，会向2位介绍我们认为在后续Henry可以采取的一些可能的行动。那接下来由我的同事张同学来进行一下案件事实的梳理。那我们先再说一下案件的发生过程。那首先呢 ，Henry 就买了一只叫 Boots 的小猫，然后当时是和女朋友 Sienna 一起共同抚养的。然后呢 ，Boots 的开支是由您来负责的 ，Sienna 就是来负责日常的照顾。然后近期呢，你发现了 Boots 身体不适，然后就带他去了兽医，发现了他有被打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伤。那你找到 CCTV 也看到了女朋友 Sienna 掌掴了 Boots， 然后你也提出了分手。之后呢，你的女朋友 Sienna 也擅自带走了你的小猫，还不愿意归还给你。这就是案情的一些发展。他紧张了，耳朵很红。就他们现在好像还是在做一个案例的汇报，感觉对面是个老师，而不是说当事人就坐在你面前。对。您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细节，或者有我们说的不对的？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爱猫的，他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的猫偷偷带走了，然后并说哦那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现在就不愿意还给我。所以我要做出这一步，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我怕这只小猫 Boots 继续跟着 Sienna 会让他的生命、身体甚至生命受到伤害，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拿回来。现在我很担心，因为你明白吗？每一天我不跟 Boots 在一起，我就难以去避免他会不会对 Boots 有任何报复性的行为，因为我跟他分手了嘛。他觉得他还是爱我的，但是现在因为这只小猫导致他分手，他只是拿来威胁我都可以的，就是他不一定是喜欢这只猫，所以把它带走。所以你明白吗？我不能再让他去伤害我的猫了，不然我不知道我怎么去继续活了。啊！所以真的拜托你们要教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拿得回。他这种，我先跟他和好不就完了吗？和好，然后呢拿回猫再分。为什么不先和好呢？可见和好的难度比报警的难度还高啊，是吧？知道吧？感情的破裂是比报警还难度高的。好的，那我们听着也揪心，其实，那我们也了解你的2大诉求，一个是阻止Sienna进一步的伤害 Boots， 然后第2个就是让小猫回到自己身边。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就是你和 Sienna 的一些角度上的一些争论的一些点。你是 Boots 的唯一的购买者，我们也看到你提供的附件是有一个收据的，然后因此
我们觉得你是对 Boots 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这也包括法定所有权，还有实益所有权。然后从 Sienna 的角度来说，虽然你是独自购买了 Boots， 但是你是自主的把 Boots 送给他的，所以他也拥有了 Boots 的所有权。我们找了一些先例，然后我们查出了衡平法里面所有权转移的话是有3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需要你是有意图去赠送 Boots 给 Sienna 的。第二个就是说 Sienna 需要有意图接受你的礼物。第3个就是一个实际交付，就是一个 delivery。那很显然，问题的焦点其实在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是否有一个意图去送 Boots 给他。哇，他紧张到耳朵红的不行。这也是第7点、第6点、第7点在文件里面的。然后看到你的聊天记录跟 Sienna 一起的，我们也没有觉得你的语言、你的言辞非常会对他表达出你是想跟他一起养的，或者是送礼物给他的一个情况。就算你是有意图赠予 Boots 给 Sienna 女士的话，也是没有一个合法的交付流程，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有一些可以在信托法上的一些点可以说一下。这段好像有点乱啊。我也来补充一下哈，其实就是看到这个聊天记录是在4月1号的时候，大概中午12点，您发给这个 Sienna 说祝她生日快乐，说会给她一个惊喜，但是在随即的1分钟过后，他就说出了 Boots 的这个名字。那其实如果是一个惊喜的话，我相信您就是之前是没有跟他说过的，他更不可能知道小猫的名字是什么。聊天记录是反映出来，他在当下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判断会不会您这里所指代的惊喜是送给他的其他礼物或者准备的其他的一些惊喜，而小猫在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在他生日当然不止小猫，我这么爱他，生日蛋糕、一个很好的气球布置什么的，各种还邀请了他朋友来，这些都是准备他给他的惊喜啊。所以惊喜不可以只是代表那个猫了，我觉得。那继续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方面给你一些方案。那我们第一个提出的方案可能就是邀请 Sienna 女士参加一个和解或者调解。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如果这方面达不到的话，可以向你的事务律师提出向法院书记官联系，然后申请一个紧急禁制令，让 S 女士立马停止伤害 Boots。然后第三个方案就是，如果还是不能调解或者和解的话，可以向法院登记处提交一个传票，然后向Sienna 女士传送传讯令状，就是开启一个 litigation， 可以上法庭打官司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就我这方面就这样，我就交给他了。他们说话的技巧还是有的，只是可能有点紧张吧。对，非常。那刚刚我的同事其实说到这个信托方面的法律是可以帮助您去通过一些途径想办法把小猫拿回来，满足您的诉求的。但我们同时也觉得，其实和您的前女友 Sienna 去洽谈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在后面的法律分析中，我们也找到了一些他可能需要承担的民事还有刑事方面的责任，这些可能并不能很贴合的满足您具体的诉求，但是您可以用这些作为筹码去和他做谈判。首先呢，第一点是在民事的层面，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侵占的行为，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口香糖，然后我把它寄存在您这儿，你就是放您这儿给帮忙看一下，但是您拿走了，这又是一个侵占的行为，因为口香糖它是我的个人财产，然后您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拿走了，其实就是一个侵占。刚刚我的同事也说到了，小猫它是可以被认定为个人所有的物权的。那这个时候，您的前女友 Sienna 从消息里面也可以看到，她自己明确知道您没有同意她把小猫带走了，那其实就是一个侵占了您的个人财产的行为嘛。那你是觉得成功率有多少了？这个我个人是我们不能说的这些。
有些专业手操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能打包票，但是，按照法律来说，其实是有一定贴合度的，对。我就是担心我的猫拿不回来，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可以放心的，有很大的机会的，就是机会率是高的。对，我们也不能说什么高的，因为这些也，对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能跟你确定的一些资料。你看太刻板了，对，有点太刻板，太刻板。对，张同学的法律意识还不错，但是表达过于直接了，有点忽略委托人的感受了。因为现在我连约他都比较难。更何况，如果他知道我的目的是想要回那只小猫，他更加不会同意。但我是想用最短的时间，尽快的把猫拿回来。所以，就是假设这个私下调解这个是不行的话，那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方案是最快可以帮我去拿回这个猫了？可以要一些紧急的禁止令，就是一些ex parte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就可以不需要他知道，你就可以去法院去申请的，但是需要你的律师跟你一起去的。是直接到他家就可以上？不是，是法院会出一个禁止令，然后他可能就要交小猫可能就会归还于你了。那你说就是那要办这个禁止令，我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要提供给你们呢？你需要提供一个自己的草稿，你的想争取的一个 order， 想争取的一个他做的事情就是还猫给你嘛，这是自己要先提前准备的。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吧。这一点可能是医生说的没有很清楚，我怕误导你了。其实关于 draft order 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由律师来草拟的。需要你给律师指示，但是准备具体怎么写的话，还是最好是由律师来写。好，谢谢。不好意思打断了，你继续吧。好。哇 ，Kim 太棒了！哦，天哪，不一样了。刑事那方面。好。那其实刚刚跟您说谈判的这个筹码，民事方面是相对比较轻的一个筹码，最重的筹码其实还是在刑事方面，因为其实香港已经有非常健全的防止残酷对待动物的条例，不仅是您的小猫咪，在香港任何被这个条例所认证的动物，如果说有人恶意的对它进行伤害，在刑事上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如果说这一条条例最后满足的话呢，Sienna它是要被罚款20万，最多被罚款20万，并且会受到3年的监禁。这一个条例的第五条其实也有说到，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裁判官也就是法官可以做出命令剥夺该拥有人对动物的拥有权，就是即便我们认定这一只小猫它就是属于Sienna的，它如果对小猫进行了虐待，最后被控诉了，依然有可能就是小猫就从它身边离开，会被法院给收走。那现在我们还考虑到小猫其实在更大的可能性上是属于您的财产，那这个事情就更好去认定了。陈仲瑜都已经凸显出来的稳重了。你刚刚说就是如果就算是属于他，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个行为，是的，都有机会导致法院会让那个猫离开他。是的，所以这其实是对他非常不利的。那这就可以保护 Boot 的安危了。是的，是的。然后，对，这个是我们在刑法方面查到的一些对您非常有利的内容。如果后面有机会跟Sienna沟通的话，可以把这个潜在的风险和他说。其实Sienna应该也是比较年轻的，有没有？就跟我年纪差不多。你们都在上学吗？对，就大学。那其实这时候如果判他20万的这个罚款和监禁3年，对他个人的整个人生生涯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根本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来的，我也不想他被这样重罚。虽然他做这种行为，但是这个确实太也残酷了。他还心软了，我着不起这急，所以我从来不看电视剧。所以在他的角度上，我们看来很大的可能他是不希望卷入到这样的一个刑事的纠纷里面的。
而且就是如果进入到刑事诉讼的过程中，那诉讼的费用还有中间的流程时间也会消耗的比较多。然后给您出3个策略，最佳的策略肯定是刚刚跟您说的，去协商调解，可以避免双方付出时间和金钱上面的成本，也能很快的解决问题。因为如果要走诉讼的流程，时间也会挺长的嘛。中间的一个策略就是去跟他提起信托方面的一个诉讼，申请禁止令。然后像侵占这一方面的民事的诉讼，其实比较难去达成最后的目的。他还罗列了上策、中策，这是他的风格啊。他是五圣嘛？对，上策、中策、下策，囊3计。对，诸葛重鱼。陈同学能非常舒畅地跟委托人沟通，把建议和法律观点都能有效地传达。您还有没有什么对我们想要补充的问题呢？如果暂时想不出来也没关系，你可以先回去消化一下，然后后续如果再有问题，可以跟事务律师联络，我们再回答你也行。好的，我们通过事务律师这边随时可以保持联系，然后您如果想要问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帮您做进一步的法律分析，我们会竭尽所能的帮您完成您的诉求。谢谢你们，不客气。2位实习生还有没有想要跟客户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些。也祝你一切顺利。重鱼的优势淋漓尽致，感觉放对位置了哈，人说话就是舒服。那要不我们先请2位实习生回到自己的工位吧。我们跟客户有些话想说。谢谢你们。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们进来一下。好的，好。好的，2位同学，我刚刚收到事务律师的信息，他说委托人已经给了指示，同意我们进行下一步行动，就是采取刚才我们说的 ex parte injunction application。所以现在呢，需要2位同学分别 draft 一份 skeleton argument for that injunction application。我们的要求是希望那份 skeleton argument 是直接可以在法庭上面使用的，这是我们的标准。明天下午4点钟，你要对我们分别来进行汇报，请用英文来写。好的。你们觉得刚才的表现怎么样？我觉得跟客户的这个沟通还是挺顺畅的，把我想说的话也都跟他说了。但是当然最后怎么样还是要由客户来做一个评价。客户说，尤其是陈同学，他说你能够共情他的处境，然后能给到他一些程序上的价值，他是非常认可你这个表现的。张同学呢？我觉得有点紧张了，对，确实紧张了，还是年纪轻，看得出来，你的耳朵好红。现在都还在红。为什么紧张啊？年纪小啊。就是他这种场景他没经历过。你们整体来说是蛮好的，挺好的，不用担心。谢谢你们，辛苦了。我开始工作了。加油加油。对，这才是真正的那个。还好，客户还是满意的，我多虑了。那我们回去做这个 application 了。加油。好。你做完工作了吗？你做完工作了吗？有新的东西要做，我现在要做一个 injunction application。injunction application 要你写那个 skeleton。skeleton。对。我刚死了一半。为什么？我刚才表现真的差。你讲在那个里面吗？讲哎。就不太流畅吧，然后我要讲的东西都没讲得很好。紧张啊，还是？对。紧张啊。我昨天睡得不好，然后我今天我的脑子翻译不了。
还有我明天用英文又垮掉就不行。要向Sienna 女士，送达传讯令状。我觉得有点紧张，对。你的耳朵好红，现在都还在。他现在就是回忆自个儿干什么都是错的，因为刚才那一切发生的都太……中文是要多一步的，这些概念也有点懵了，有点不知所措。我就刚一直在搜一个点，我就是搜不出来。这样就不能讨论了。好像就可儿没想到那个对敲诈勒索的那个点，对。哇，当律师要写这么多，小何，我好崇拜你啊！他想吓一下志远，他给买吃的了，哎呦，有点可爱啊！给买吃的，你看看人家，是不是我看上的这位少年？你怎么回来了？我们带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天哪！天哪，你是什么小天使？陈仲瑜就是我们世上最好的一个男生，真棒！谢谢。谢谢。好，没事，那我就回去做课题了。谢谢 Grady， 加油加油加油！拜拜拜拜，你们也加油，拜拜。Hello， 你回来了？我后来把那个打包的东西送给他们了，我想回去也吃不完，有人太多了。谁在这里啊？他们都在那儿，你去认识他们吧。你看他还帮着，还帮着认识，真好。Hello， 我又回来了。Hello。刚刚吃饭的时候，张同学说还没有机会好好认识一下大家。哦，来，好好的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 Jade 陈可儿 JADE。对啊，我们好像对，我们应该自我介绍过。要四字姐姐，四字姐姐就是那个谁，紫薇。什么是？他说我是四字姐姐。对。紫薇第一次被人叫姐姐，2字、3字、4字可以出个组合了。然后我是 Eric 啊，对，我是 Michelle。哦，你是？我是 Marco 是吧？对。今天可能要留久一点。哦，一会儿我们如果找模板还有搭这个框架，可以打电话。哦，好吧。这个框架可以打电话。你们两个好搭。我也觉得。为什么？这是衣服吗？就各种都很搭，都很呆萌，呆萌组合。好吧。加油，加油，早点休息，早点做完。加油，加油，拜拜。好，拜拜，拜拜，加油，加油。真的好像那个复制粘贴的一样。好，拜拜。
这陈可儿就是很喜欢加班哈，感觉这几集一直都有点多着呢。他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又有点完美主义。She my love, she my holy grail. She the footprints that I trail. Drop her breadcrumbs, here I come. Like cat's eyes leading me. Aiming arrow at your, I pound the ground through the air. Aiming arrow at your, I pound the ground through the air. Aiming arrow at your, and if the mountain stands in between, I cut the mountain in two. I cut the mountain to get to you. 1点半了，这孩子坐姿都没有变过。2点45，这是有点晚喽。他的这个敲击速度，感觉打了8万次了，他也能打完神。要记住，留痕可以保命，强调留痕。从基础层面来说，可以形成良好的。请求下班，驳回。来2粒益达，放松一下。果味迸发真的好清爽。益达，嚼出自在好状态。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益达全新升级，果味瞬间迸发，口感清弹，嚼得更爽。咦，你的益达被我吃光了。现在就上天猫 Wrigley 旗舰店买益达，秒变自在。Hello， 这是哈利波特。Hello， 你今天发型好可爱呀！你说他还是说我？他当然是他，你有变化吗？对不起，我想这发型也没什么变化。你这一套也好好看，谢谢。这是我面试的时候穿的。哦，大贝克。啊。大家都要用咖啡来开启早晨。是的，谢谢。咖啡机不行了。咖啡机吗？出来的像中药一样的颜色。你冲的啥？冲红枣。红枣还有菊花。我也养生一下，我也养生。来来。你每一次在我对面，哦，哇哦的时候，我说他每次在我对面突然间就那种恍然大悟，然后发现一个新的什么东西的时候，都会让他的对手感到，真的就是这个，都是在 ins 上联系，然后都是一个按摩师，然后都是2个女生。可恶！但是呢，我找不到这个判例，我只知道这个案子。你告诉我，我帮你找这个判例。4点半还是4点？我们4点半。Current what happened on CCTV because 我那个是英文的。那是很好哎，是你的，你有优势。终于不用临场翻译了。很好，你行的。谢谢，你也是，2个一起留。可以。来。昨天那个朱 Sir 是不是说？他有提到那个犯罪记录吗？朱 Sir 的描述里。什么犯罪记录？先前犯罪记录。嫌疑人吗？啊。这个我不能说吧。我忘问这个，我好傻呀。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有很多我忘记问的，而且其实他本身我感觉他是想告诉我的，但是因为我很急，我把他打断了。意识到了。那其实他们也是要钱的。如果我们跟他们说，就是给他们钱，这样会加重您的刑罚。为什么呢？因为您的那他们也是要钱的啊。他们不一定是要钱，他们可能需要您去做监。对，其实他已经碰到了，对，客户已经碰到这个点了，但是他错过了。
就是我觉得他再说下去这个东西没有用。但是其实我写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在往上说，他应该是想往那个方向去说，而那个东西是我需要的，但是我把它给打断了。我现在就很后悔啊，我觉得我有一些点，就是你现在你只知道一个大概，但是你不知道具体的那个信息点，你就不能写。对，感觉还有很多完善的东西，我还在理。录到2点之前把这个搞完，不然没时间。准备的怎样？现在就差补充一些比较值得怀疑的点，然后以及一些法条案例支撑。加油！对。你觉得你还要写多久？可以一直写到交稿之前。要发了，我也马上发。哎，你好，你好，好不好？先关门了。好可怕啊！要接受审判了。先坐下吧。好的。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的意见书怎么样？好的。看表情，肢体语言。我暂时看见很多很夸张的错误的地方。我们也是，我也看见了。啊！你看起来谁的法律意见书比较好？好像没有判刑的 research 的。是啊。对，这个包括在昨天也是，他们就是客户都是在问判刑的东西，然后他们也是没有准备的太好。其实我觉得陈可怡，你有看过他的？有。是 OK 的，以他讲。像同学在会议的时候有问过这些聊天的记录，但是他在写这个书名没有用很多，只要用一点。但是我看他的 opinion 都不错。几位同学，我觉得他问的议题很不错。整体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怎么会有严重错误啊？就是在蛊惑咱们，你们都要猜了，对不对？对，是后面猜。我们先回到刚才2个案件当中，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面临着一个对我们的挑战了，就是我们要选出在这2个案件当中，一个是小猫所有权案，还有一个是非礼保释案。那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刚刚出现的这个小猫所有权案。OK， 辛苦一下何律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件点在哪，以及刚才2位的表现当中有没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好，不辛苦。就是小猫的这个案子，其实关键点的话，因为客户也有说，他最核心的诉求是如何保证我们的小猫安全不受到侵害。那这样子的话，你究竟如何能够解决这个诉求就很重要。那刚刚张同学其实有提到了一个禁止令，那这个东西对于客户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及时的一个救济，因为如果你要正常走完这个诉讼的流程，最后按照法院的判决去执行的话，小猫可能已经受到不可逆的伤害了。对，他人虐它，所以提出这个禁止令的这个张同学，他的这个点一定是加分的。但当然，因为这本身还是一个跟客户沟通的一个案件，所以你如何跟客户让他满意，感受到我们的一些专业性，那这个环节的话，我觉得陈同学可能做得更好一点。因为张同学他已经紧张到就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出自己的一些专业的意见了。是的。
OK， 那接下来他们回去之后，还每个人要写一份禁止令，对不对？对，禁止令要完成这个文书。对的。那这个文书工作会不会是 Marco 的？对他应该写得好。因为这份文书也是他先提出来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对这个事情一定是了解的。反而像是那个仲宇的话，他一直在说啊，我们要通过请战的这种方式，通过诉讼或者通过和解的方式把它要回来，但是没有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救济的手段。没错，而且他们好像还汇报，好像是用英文汇报。所以英文这一趴的话，其实也是张同学的长项。那我们干脆先就这个小猫侵权案来做出一个判断好了。那截止到现在，我们看到了2位仲宇的表现和 Marco 的表现，我们觉得谁会稍胜一筹？那谁来评判最终是老师吗？结合客户的意见和律师看到的表现一起来。所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一答职场自在时刻。我们会有2个案件，那我们要依次对2个案件的获胜者做出我们的猜测，要注意哦，2组都猜对，今天才可以亮灯。哇，我们一起猜对吧？对，也给管乐介绍一下，管乐看那边墙上有10盏灯，已经点了1盏。对，我们已经点亮了最上面那1盏。那如果今天我们这2组都猜对的话，下一盏就会被点亮。钟汉良先生最厉害了，老猜对。如果我们这一整季点亮7盏或以上，我们就可以多解锁一个 offer。上一季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得，就是听蛙哥的就没错。对。所以今天蛙哥要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他们应该有互补的，但是如果我是大律师，我会选综合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肯定喜欢仲宇多一点，然后在于法律专业上，可能 Marco 会多一点啊。已经出念咒那范儿了。我们每个人先来投票好了，选出我们心中的好不好？我们先举好了，问一下到现在我们心中的看法，觉得仲宇稍胜一筹的，请举手。3个。啊，只有咱俩啊？3个，我们3位是觉得仲宇好。钟汉良先生没有举，那我也不举了。然后他没有举。蛙哥做旗帜，因为我还是觉得真正能够给到帮助当事人意见的东西会更加重要一点。而这方面的话，如果张同学能够更好的完成的话，这个比重应该比沟通要更加重要。对，我觉得感受是一回事，好像实际的。对，就是我知道你很愿意帮助我，跟你沟通很流畅，但如果你无法帮我真正解决问题，那最本质的那个寻求就已经没有办法得到了。对，我大概也是这样想法。是他提出那个，对他先提出来的。而且启乔的那个稍微的青涩点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它只是有一些谈吐上有一点卡壳，而且尤为他专业上如果给建议，而再加上他书面意见书是用英文的，我觉得他这一块优势是比较大的。对，有道理哦。那这个难吗？用英文写真的很难吗？仲宇如果在网上收到模板改一改，我觉得是不一样，因为法律英语跟英语它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很多的专有名词，那你就是如果没有学过这个东西，你甚至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翻呢，会比较好。说服我了。不，没有说服我，因为仲宇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人，他自个儿不会，他问别人，别人愿意帮助他，所以他一样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也不希望仲宇走啊。不是，仲宇不能走。他可以不走。不可以不走吗？不是淘汰吗？但是亮灯也重要啊，我们影响不了他们谁走谁不走。要不我走吧，让仲宇坐这。那我们讨论完了这一轮，我们得出结论了，好不好？我们 offer 的这个我们陪伴团的把意见是给到了 Marco 啊，给到张启乔。好，接下来是第2个案例。对。第2个案例是有3位，难度就更大了。看上去是紫薇当时处理最好一些啊，就起码第1个阶段，紫薇的观感都是最好的。是，因为有2个点我觉得很重要。第一是要安抚当事人的情绪，那这一点的话呢，其实紫薇和这个志远他们2个相对来说要比可儿要好一点。另外一个点是专业方向的，就能否抓住那个敲诈勒索的点，这个点可儿也没有拿到。对，然后又是志远跟这个紫薇会更好一些。可儿聪明。但是以我感觉，就是紫薇目前好像她既能抓重点，而且她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重点是在于那个男的已经相信志远说是不是这男的可以帮我，是吧？然后他已经认定这一点了，他还会来问紫薇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个男的帮我那个？有。然后人家紫薇又说我们女性的角度帮你更好。没错，有理有据有节，这个就等于说更胜一筹。紫薇同意。好，那我们来举手好了。这一轮当中，大家觉得紫薇更胜一筹的，请举手。全票吗？全票哎。OK，那我们已经做出了我们最终的决定。
我觉得我们赢的概率还蛮大，因为我们所有人决定跟蛙哥的决定都是一致的。哎，确实啊，你这么一说我就踏实了，对不对？心里踏实了。这样我们盖章好了。对，我们根据家家团的意见，要盖出我们的2个章的话，哎，上一期是 Man 姐吗？Man 姐盖的，这一期来蛙哥盖在他们的脑门儿。Marco 没在呢，手拿。如果拿下这个 KPI 的话，大概率就可能会走到我们的黑板上。好，那我们先放在这边。好，陪我做了。好了，盖章之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推理到底是不是准确。所以我们一边要为他们紧张，一边要为我们紧张。我们是点不点灯，而他们揭晓了。对，谁？下一段 VCR 一起来看结果。好，哎，如果 Marco 赢了，终于就在那个走的池子里面了。对耶，这一集就会决定这个案子就决定了。熬夜熬到脸蜡黄，明天汇报好没自信。别加班啦，放松一下。这个美容霜，敷片面膜，来块蛋糕，出黄脸更黄，那就只能试试它。抗糖减黄就这一瓶，Olay 超抗小白瓶，根源减黄，肌肤透亮白，细嫩滑。哇，皮肤好白好亮！今天状态简直在发光，有什么秘诀吗？因为有欧蕾超抗小白瓶，黄气暗沉全扫光，职场发光就现在。欧蕾美白研究30年，5大专利，专研隔糖素加烟酰胺，7倍抗糖力，根源减黄，14天透亮白，成分功效有保证。它连续3年获得美白精华回购榜单第1名，欧蕾超抗小白瓶入股不亏，还在等什么？我要冲了。陈大律师 Kim 老师，我的这个 injunction application 已经写好了，先给您2位过目一下。好的，谢谢。需要汇报的时候随时喊来就可以。好的。好。加油。老师们好，我会把我的 skeleton 交给你们。Thank you。好，谢谢。不行，我先出去。这么厚。他真的是写了8，突然觉得我们有可能猜对了呀！就凭他这么多纸张，对。我准备要开始练稿子了，加油！加油！ C and D had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and cohabited with each other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its major daily expenses. His vulnerable characteristics as a 5-month-old kitten at the time of the CCTV recording. This disproportionate use of self-satisfied with my submission regarding a serious issue being tried. The plaintiff undertakes to pay damages to the defendant for any loss of estate or action representing both have looked well. Serious issue to be tried is not a very steep hurdle. As long as there is a serious question, it matters not whether the court thinks that the plaintiff's chances of success at trial are 90% or 10%. 还有一个 Listen Party， 还做了一个东东。这个是有的。啊，真是。好。哦。你想先去还是后去？哦，没关系。那我先去吧。好。加油！沈大律师，我要去汇报。加油，加油！你可以坐对面那个位置。好的。陈同学，你的 submissions 我们都看过了。如果你觉得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你的口头汇报。好的。你需要站起来吗？好，不用紧张。Your Honor, my name is Jung Yu. This is an application for the mandatory injunction. I'm appearing on behalf of the intended claimant, Mr. Henry Chang. We are here for applying for the mandatory injunction, asking the intended defendant
Miss Sienna Lee to return the subject matter to the intended claimant. The claimant thought he has a legally entitled ownership of boots since he had purchased boots in full price from the shop, which can be suggested by the evidence which is received in the case bundle. If you need the case bundle after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submit it to the court clerks. 他感觉很熟，他好乖啊。至少这个节奏还是熟悉的。Sorry, but shouldn't you prepare the bundle in advance? Can I take the bundle to here now? Have you prepared for the bundle? Yes. Yes, then please. Please do. Thank you. Here's the case bundle. Okay. As you can see, in the first page, there's a receipt of the purchase. And on the second page, there's a registration record which named the owner was the claimant, Mr. Henry Chan. So since the documents can be strong evidence of the ownership, he should be entitled to keep the subject matter. But is there any indication at all that boots is not in a good condition right now? Because before the defendant has took away boots has already been hurt, and this can be reflected by the page 4 of the bundle, which is a receipt of the clinic. Of the clinic. Now, it doesn't say anything about boots' condition at all. And any sort of there are no medical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injuries are so serious. We are looking for the medical certificate, and we are proactively communicating with the client. We will submit the supporting document to the court as soon as we receive it. We will elaborate on the full picture of the reason why we need the urgent mandatory injunction. Well, there's just one thing on my mind. So, in terms of urgency, do you have any sort of submissions on that? Yes. We believe that due to the vulnerable characteristics of boots as a 6-month kitten. So based on our analysis, if the kitten was not took care in strict standards, there'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the kitten will be injured. And due to the previous observation, the defendant has already had actions of beating boots unreasonably. So it is very concerned for us of whether the defendant will repeat the action. You mentioned the word that you use is beating. From what I heard, you mentioned a pinch on the on the kitten's ear and a slap on the head. Is that really so serious? Yes, we believe that defendant's action of pinch boot's ear is a reasonable correction behavior. But after the so-called correction behavior has been done, the defendant has did another action of slapping boot's head. But we have no evidence on the level of force being used. And let alone we have no evidence on how serious the slapping actually is. If the injunction can be exercised, we'll have a better idea of Boots' current condition now. You have come to a point that I want to ask. What are you asking of this court actually? What sort of behavior are you seeking to injunct? The injunction will be a mandatory injunction that requires the defendant to return Boots to the claimant. So only for return at this stage? Yes. Okay. Please go on. Okay. Now you may turn to the second page of the skeleton of argument. There are some legal basis and relevant tests
we found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case. Morris versus Redland Bricks Limited in 1970. In this case... Pausing there. May I have the full citation of this case? I w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full citation later. Then may I have a copy of this authority? Sure. I will submit it later. You don't have this with you now? Yes. Please go on. In this case, the House of Lords has prescribed 3 guiding principles in deciding whether the court should grant the mandatory injunction. Here are the 3 guiding principles. Firstly, the court will consider whether there's a strong possibility of the claimant suffering a more serious harm. Secondly, whether the damages will be sufficient and adequate to be used as a remedy. And thirdly, the court will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st of the defendant to lessen or prevent the potential wrongful act. Now, referring to the aforementioned principles, in Morris versus Pausing there again, are you aware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case of American Cyanamid? No. We think this case does include sufficient principles to justify our application. 关于禁制令的申请原则是有一个标志性的参考案例，但是陈同学没有找到。是我现在比较大的困难是找不到一个被香港法院官方认定的合规模板。injunction 有不同的种类，但是他们 apply 的 test 是一样的，在 High Court Ordinance 里边都是说只要 just and fair 就可以去 grant injunction， 所以是同一个 test。I do have some questions for you about the cost to the defendant. What would be the loss to the defendant if we were to grant the injunction? We cannot imagine the defendant's size condition at this point. In a reasonable estimation, the cost will be the transportation fees to return boots to the claimant. How about her loss of companionship? The loss of companionship will be a relatively minor point in this case. I have a question hanging in my mind, actually. Because ultimately, you have to decide upon the ownership of Boots. So why should the court deal with this matter by way of an injunction? Then this proceeding is actually prolonging. You see what I mean? Objectively speaking, to grant the mandatory injunction is to make sure the Boots is maintained in a good health condition at this point. And if afterwards the court discovers that Sienna is legally entitled to have the ownership of Boots, we will have deal with it later. So you're asking the court only for the return of Boots, but nothing else? If during the period of returning Boots to the claimant and afterwards the defendant discovers that the health condition of Boots has declined when claimant was taking care of Boots, defendant can also claim for further damages. It sounds like it's only halfway there from your proposal. You see what I mean? So if I'm only asking for the return to the plaintiff, there's no assurance that this plaintiff will actually take Boots, say, to a doctor, to a veterinarian. My concern is, for the court, it might not be the end of matter. Is there some way that the court can be sure that Boots is protected? You see the gap. That's what I'm a bit concerned. And I'm aware that you only cite one case in your skeleton. To grant a mandatory injunction like the one you're applying in this case, the court must feel a higher degree of assurance. I guess you're aware of this law.
And the law would require a higher standard of proof where the plaintiff is seeking this kind of mandatory injunction. If, in the event that I'm not with you on the balance of convenience, on the evidence available now, how would you convince us that there is a strong prima facie case? No further question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Mr. Chen, for your assistance. Thank you. 终于就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哦。该你了，那么久了，还好吗？很难。问很多的问题，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轮到我了，博士，加油，加油！谢谢。你应该也做得很好了，那么久。不知道，被你吓坏了。哇，真的太难了，巨难巨难。我看你很自信。不自信，我可慌了。很牛啦！刚刚看你站着，非常的沉稳，慢慢的娓娓道来的感觉，而你完全脱稿。对，此为一胜。此为一胜。好，5胜论，还有4胜。此为一胜，绝对一胜。别人0胜，此为2胜。对，希望吧。回答还是比较沉稳的。我觉得几个核心的问题，他其实避开了。可以啊，这过去了不就行了吗？很难很难，是前所未有的难。老师们好。你现在可以进行你的汇报。我们都看过你的 submissions 了，然后模拟一下你在法庭里边会怎么去说服法官的。那我现在就开始了。闪亮登场。My lords, this is an application made by the intended plaintiff for an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 under the High Court Ordinance, Cat 4, Section 21L, and Order 29, Rule 1, and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For the defendant to return Boots, the plaintiff's cat, to the plaintiff. My lords, I'm aware that you will be familiar with the legal principles of injunctions. Would it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my submission to be straight towards the submission? Yes, you may do so. Much obliged. And I shall divide my submission into 2 parts. First, I will establish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issue to be tried. And secondly, that the balance of conveniences shifts towards the plaintiff's. I shall begin with the first limit of the legal test, which provides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issue to be tried to the merits of the plaintiff's claim and that the claim is not vexatious or frivolous. Firstly,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that the defendant has treated Boots with violence. Boots is now 6 months old and is currently still at a fragile stage of growth. And any recurrence of what happened on that CCTV camera could cause further detrimental harm to Boots or even death. So the seriousness of such a possibility is evident in itself. And then secondly, the defendant is a student who works part-time, which means that she has limited time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provide the adequate care for Boots. You mentioned something about the violence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Is there anything that would suggest that it's so serious that the court should intervene? 同样的问题。 Presently, is that we do have a receipt of the vet visit. You did mention a receipt to the vet. What's that about? Just that, well, we could collect expert evidence from the vet for there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whether or not the injuries were caused by the defendant. I see. Pausing there, hang on a minute. I'm looking at paragraph 5 of your skeletons, and I'm pretty sure that the principles are derived from the case of American cyanamide, right? Yes, I would. For this kind of mandatory injunction, does the same test of American cyanamide apply? Yes. However, generally there is also a shift in the American rule, which says that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mandatory injunctions, there should be a higher level of assurance or a strong prima facie case. 行了，赢了。
觉得他嚼口香糖的时候好帅哦。因为他嚼的是益达。Now remind me again, what is that you're asking the court to grant you? My submission is to ask for the court to grant an interlocutory mandatory injunction for the return of Boots to the plaintiff. And for return only? And the prevention of any further harm done to Boots by the defendant. 你看，他说到了多一个，就是防止继续伤害，但刚刚那个仲瑜没有说这个。Now, my concern is, even if we are going to grant you the injunction that you asked for, how does it help to protect Boots? Well, our client, he is a cat lover, self-proclaimed. And he also has another cat as well, which would suggest that he is someone who is willing to take care of cats. All right. Before you move on to your submissions on the balance of convenience, can you please go to address us on the defendant's defense? Yes. So the defendant's potential defense would be that her main defense would be that Boots was given to her as a birthday gift by the plaintiff on her birthday, and then this would mean that she has ownership rights over Boots. However, I would submit the precedent of Liang Ying v. Wang Ziman. So in that highlighted section, it provides the 3 conditions for an equitable transfer of legal titl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our case would be currently the first one, which is any certainty of the gifter's intention. And then the plaintiff's defense would be that through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him, which would be the screenshots of their previous dialogue,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surprise prepared for Sienna. Sienna had already mentioned Boots' name, which means that Boots could not have been the surprise at that time. Defendant's defense and also on serious issue to betray. May I now hear submissions on balance of convenience? Yes, my lady. So on the balance of convenience, the plaintiff submits that any delay in applying for this injunction would cause detrimental harm, because if the injunction is not granted, Boots will could suffer harm caused by violence, which cannot be compensated by any award of damages. Were the plaintiff to instead receive damages, however, should he win at trial, the serious issue of potential animal cruelty would still subsist. Pets and their owners, actually, I would submit, share a bond that cannot be compared to any sort of other property. The emotional bond between the pet and owner is two-sided, and compensation by merely damages would not be satisfactory. On the other hand, were the defendant to receive damages should the plaintiff lose at trial, she would indeed be adequately compensated for any inconveniences caused to her, as she would only suffer from a temporary absence of companionship of this cat. So therefore, the balance of convenience must lie in favor of the injunction sought. And moreover, the plaintiff undertakes to pay damages to the defendant for any loss sustained by the reason of the injunction if it subsequently transpires that it ought not to have been granted. We've heard the submission, Mr. Zheng. 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Much obliged, my lords. How难，好难，他的问题。他们2个人走出来都是瞳孔地震，好难。太难，真的。这是我他问是什么？目前我已经不想再回忆了，是目前开始学习法律以来面临过最大的一个我是在临场学挑战。好难。那我们现在等待审判了，他们就是法官。同学们辛苦了，都做得非常的好。Kim 老师也辛苦了。非常好，比昨天好多了。那就好。比昨天好多了。那言下之意就是昨天不好了。
是现在等成绩了吗？是的。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一起回来了。突然紧张了。同学们，请回到工位，我们马上会发一个邮件通知大家这次 KPI 的结果。好的。来了，成败一局。收到了。啊？Oh my god！ 真的？我没收到。Oh my god！ 耶！紫薇，紫薇你赢了。我的课题呢，最重要就是会见当事人嘛。像燕紫薇呢，她很有亲和力。哦。我的当事人是很激动的，其实他很容易、很快的就把他搞定。我相信你，我完全相信你。我就是想要来帮助你，然后帮你争取最大的权益。几万块就是保释出去先冷静一下。对，但是我真的要，你要明白就是，我知道你就是很想要快的出去，然后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让你赶快的能够出去。好。然后也问到一些重要的资料。对。OK， 保释申请的 written 的书面的话呢，陈同学是写得很好的。OK。它的 template， 它的根据的格式呢是跟我们一般用的差不多的，内容也很充分。OK， 向同学呢 Eric 呢，他也不错，但是因为他完全没有问什么当事人的背景的资料，所以就差一点。另外一个法律意见书呢，几位同学很全面，基本上没有错漏，我都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地方，老实说。每个人只差5分，是几位同学，他是75分，所以我的 KPI 呢，就是给几位同学。很棒，很棒。紫薇没有必要惊讶了，就是优秀。哦。恭喜你！哇，耶！如果是整个意见书里边对比之下，张同学抓的法律观点会抓的比较全一点，该有的点他都有。我们张同学的话，他是法律功底比较好的，他的学习法律的能力也是挺强的，他在几个任务里边都能抓到一些法律的观点的细节。First, I will establish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issue to be tried. And secondly, that the balance of conveniences shifts. And then secondly, the defendant is a student who works part-time, which means that she has limited time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provide the adequate care for Boots. 恭喜你！你是不是这2天加起来都没睡到10小时？哦天哪！这2天睡了3个小时，2天才睡了3个小时。天哪！还这么帅，他真的是熬夜不连垮啊！20岁。我这个人比较希望完美，我有信心做到我最好。哦 ，Hello Marco， 还有其他人吗？他们都走了吗？他们都走了，对。加油，拜拜，加油，加油！这个冲劲还是很值得让人佩服的。他一来，这个团队就该更努力了。哇，太厉害了！这个文书工作真的是不容易。我以前努力弄歌，就是为了不干这个。我先走了。你坐地铁多久回去啊？1个半小时左右。天哪，那你每天早上得几点钟起床？5点左右。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能支撑每天这么晚睡5点钟起床？对于这个 offer 的那种渴望。那就是那个谁会走是吗？所以他没有公布是淘汰谁是吧？辛苦啦，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不用再紧张了，还是很棒的。没有想到，太棒了。终于，终于。首先，我觉得 Marco 也实至名归，付出了这么多，对付出的这种辛苦，还是最后所到达的位置，所展现出的光芒，那对得起这样一个 KPI 的获得。他第一天就是 win 了，觉得稍微有点轻敌了之后，他自己不满意，第二天全力以赴，然后马上迎来一次换菜牺牲，都能从痛苦中受益，多好啊，真不错。但是太拼了。我觉得他是因为很努力，还有很想争取那个机会啊。啊，是。因为如果这一次没就没了，那不如熬几个晚上又如何呢？我觉得他没有受到那个挫败。调整回来，对呀，调整很快就调整回来。他第一次跟当事人去那个沟通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挺好啊。对，真的是21岁的人干这件事是应该的，因为再往后就真的干不出这些事来了，这些事来了。就这个时候玩了命的去多攒啊，是对的啊。那仲瑜确实又让人觉得心里揪着了，现在已经差一点，因为他本来就是0 KPI，然后这一轮再次失利之后。但是我真的认为仲瑜很努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积累的问题，因为仲瑜他毕竟只是转到这个读 JD 1年学习法律的时间，那仲瑜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觉得能有一个这么完整的报告，就流利的去应答，也很棒。我觉得仲瑜是不是下回录像就会在这儿做了？那具体到这个法律行为当中，赠与我们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因为我们屏幕前有很多观众在看，哪些这种赠与是可要回来，哪些是不可要回来，有没有什么建议？其实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赠与的话，它是严格上就是一个法律行为嘛，你要有这个赠与的意思表示。那我们法律上在认定一些行为是不是有意思表示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认定的呢？遇到比如说跟伴侣之间或者情侣之间，你的一些特殊的这种金额的数字，比如说男方给女方转了1314啊，而且是在7夕节，那这个很有可能就会认为是在一个节日礼物的一种赠与的行为，表达了他的一些心意。那这样子的话，这笔钱可能就要不回来了。所以要看数字，对，特殊数字，对，因为只能从这些层面上去解读他本人当时的一个意思的表示。哦，那转了一个800呢？如果只是转了一个800，又是在平时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有点说不清，很有可能可以要回来。你可能是一个借贷。对，肯定是借贷。就比如说男女朋友之间，我说我现在没现金了，你给我转个800，我到时候还你，也可能是这样子，对吧？那这样子我不能够简单的因为说是情侣关系，所以我认定你之间所有的往来都是赠与，那这样也是不公平的。那如果写了1314底下括弧以上金额其实是借贷，并不是，那就按照这个括弧来，括弧很关键，括弧很关键。我觉得括弧很关键，但是分手也会非常快啊。你写完这括弧底下说分了，拉黑，再见 ，see you never， 就是。我借朋友钱，我都会在下面括弧，就是意思是这个是个借款，但是我会不好意思，我会觉得，哎呀，我都跟你朋友了，我借给你钱，我显得特不地道，我就会写着，哦，这是借给你的钱哦，这个语气可以变得舒缓一点，但是对，因为这笔钱如果是数额大的话，我其实建议大家还是先小人后君子。那结婚，比如说女方有彩礼。哎，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可以要回吗？比如说我可以，其实是可以要的，因为彩礼的话呢，它跟单纯的赠与还不一样。因为我把彩礼给你，我的目的是我知道，感觉大概率我们以后要结婚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附条件的一个行为。
所以呢，如果说我彩礼给了对方，但最后呢我们又没有结婚，根本，但这个是可以要回来的。哦，甚至说你结婚了，但是你们没有共同的生活，这个也是可以要回来的。甚至是你们结婚了，共同生活了，但是因为我比如说一方吧给到这个彩礼，然后导致我本人这个生活困难就很难很惨，那也是可以考虑要回来。对，因为彩礼跟平常的这种赠与还不太一样。这个有条件赠与，你也得符合好几样条件，它才能最终起效。所以平常这种金钱的往来，最好还是多加括弧。括弧是关键。对，反正你得写备注。但括弧也伤感情，感觉。这确实伤感情，那加个 O 嘛。对，加个 O。OK。那其实无论这个案件本身是怎么样再往后走，至少我们可以把掌声给到我们自己了。这一期继续坚定了我们的蛙哥定律。对，就只要我们所有人的选择跟蛙哥一致的话，但是一起的，这个是一起的，对不对？太棒了！所以要恭喜我们加油团推理成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益达职场自在时刻，点亮本季的第2个自在值。谁来呢？这个一个灯两个灯。一个灯，猜中2题才1个灯。不要谦虚了，快点。对，蛙哥今天多亏你了。点亮第2个自在值了，3、2、1，耶！本季的第2个自在值已经被点亮，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一季我们无论如何第3个额外的这个 offer， 我们一定要为他们争取。对，这是我们的任务。是的。那在这一次的小猫所有权案还有非礼保释案当中呢，我们要恭喜2位，首先恭喜张启乔 Marco 还有尚燕紫薇2位的胜出，这就意味着张启乔踢馆成功。当然也会有一位实习生要提前结束他的实习生涯了。我们现在所呈现出的信息还并不帮助我们足以锁定这个名额，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另外2组案件的进展情况。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到现在为止，罗一涵、王文翰还有邱子晴，另外还有一个生存组还没有来完全开始展示，所以我们不知道谁会是最后离开的那个人，以及到底离开几个也还没有确定。但是我们必须得说，此时此刻，仲瑜真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因为他现在依然是0，但是我们的生存战还将继续开启。首先要恭喜启乔，让我们接下来到底是1位可以成功替换，还是2位都替换，我们要拭目以待。但是我个人建议，我们先把启乔的这个头像就粘上了，好不好？不管怎么样，已经先贴上了。那拿走哪一位还没有确定，我们给他挪一个出来，就放这儿。好，可以。不管怎么样，恭喜。佼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因为确实表现杰出。那么后面接下来的情况战况到底将如何？1位成功还是2位成功？我们下一期生存战不见不散，下期见，拜拜。要。我们会建议委托人的母亲根据你们的法律意见解释给他们听。你们需要会见当事人，了解详细的情况，进行谈判。这个案子，而且他们这要纯英文去。我感觉这个格式真的不行，它的结构完全混乱了。提醒一下，我们4点之前要把邮件交过来啊。哇，4点交2分钟。这咋办？先不要讨论其他。那你的格式不用调吗？内容好像比格式更加重要。要放大招了，这种行为会不会跟撸袖子是一个性质？你们可能是被这个课题的标题给带偏了。你们这个意见出到这种程度，拿着什么去谈判？我有点担心这一组了。小晴这部分，它是有一个共同疏忽责任的。对，这个不会认可这个事情的。绕了，法言法语。我们非常能理解您为人父母的这种心情。我觉得你理解不了，16岁的孩子他承担什么责任呢？感觉我俩明天让你走或者让你留，都是命运在保护你。说不定过2天我又回去了。9月19日起 ，SVIP 用户每周4、周5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6、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周1、周2、周3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佼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
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天意视讯、网易有道词典、中华万年历、未来之光、西庄竹的大力支持。感谢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